炒包菜直接下锅这个错误，好多人都在犯，怪不得炒出来既没卖相又难吃。赶紧收藏正确做法。大家好，我是乐乐妈。首先告诉你，炒包菜呢，挑选紧实的会更好吃。紧实的包菜通常水分含量较高，叶片较为鲜嫩，口感更为脆爽，而且呢，其营养成分呢也会相对丰富。把包菜清洗干净，来到菜板上，沿着中间的位置，干脆利落的对半切开。这时候呢，就能看到包菜中间的那一圈硬青，它质地比较硬，口感差，吃起来还影响整体体验，所以呢，要果断的把它切掉不要。接着把切开的包菜倒扣在干净的菜板上，我们将它切成均匀的条状。这种切法呢，能让包菜在炒制的过程中充分与调料接触，从而更入味，而且呢，形状规整，炒出来呢也会更有卖相，让人看了就食欲大增。切好后，把包菜条呢装入干净的盆中。这里有个关键的小窍门，很多人都会忽略，导致炒出来的包菜味道欠佳。那就是炒包菜呢，千万不要直接入锅。我们这会儿需要往装有包菜的盆里加入少许的食用盐，下手将其抓拌均匀。盐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小助手，在抓拌的过程中，能够慢慢杀出包菜里面多余的水分。经过这一步处理，包菜的口感呢会更加的脆嫩，炒制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吸收调料的味道，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呢会更加的入味好吃。现在先将其放一边备用。这会儿我们准备把粉丝加入开水，我们将其搅拌一下，放一旁泡开备用。接下来准备半个胡萝卜，将其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切好装入盘中备用。喜欢吃辣的朋友，小米椒呢是一定要有的，切成小米椒圈，装入盘中。跟着准备几瓣大蒜，拍一拍再剁成蒜末，这样蒜香味呢会更浓郁些。装入盘中备用。这会儿来看看粉丝，一直泡到你用手轻轻一捏，粉丝便能轻松被捏断，这就表明泡发程度刚刚好。把粉丝捞出来，沥干水分的粉丝呢放入一个稍大的碗里。如果粉丝太长，直接用手将其扯断，这样在炒制时呢才更加方便，受热也会更均匀，不会出现有的地方炒糊了，有的地方还没有炒熟的情况。接下来往粉丝的碗里呢加入少许的老抽，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老抽的作用呢主要是为粉丝上色，只需一点点就能让粉丝在炒制后拥有诱人的色泽，而食用油呢能够均匀的包裹在每一根粉丝上，在炒制时呢有效防止粉丝抱团，保持松散的状态，确保炒制的口感。抓拌完成后，将处理好的粉丝呢先放置在一旁。此时包菜呢腌制的差不多了，你会发现它略微出水，这样的状态恰到好处，千万不用腌制的太过，目的是要保持它脆爽的口感。如果腌制时间过长，包菜呢不仅会失去原本的脆嫩，还会过咸，影响整体菜肴的风味。接着我们加入多一些的清水，让包菜在清水中尽情翻滚淘洗。这样做呢是为了洗去包菜表面多余的盐分，确保炒出来的包菜呢不会太咸，口感更清新宜人。淘洗几遍后，把包菜捞出来，控干水分后呢放一旁备用。处理完包菜，接下来就是准备鸡蛋了。从冰箱里取出2个新鲜的鸡蛋，将鸡蛋打入碗中，拿起筷子或者是打蛋器快速搅拌，让蛋清和蛋黄充分融合。蛋液在搅拌下逐渐变得均匀细腻，随后起锅烧油，将油倒入锅中，开中火加热，
等到油微微冒烟，这时缓缓倒入搅拌好的鸡蛋液，蛋液一接触热油，瞬间就会开始凝固，边缘泛起漂亮的金黄色。待其块定型时，用锅铲或筷子将其朝散。蛋块大些小些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一定要炒得老些，因为炒得老一点的鸡蛋内部呢会形成许多细小的空隙，这样它在后续烹饪过程中呢更容易吸入汤汁，每一口都饱含浓郁的味道，更加美味。炒好后，将鸡蛋盛出放一旁备用。锅里还留着底油，把切好的蒜末和小米椒放入锅中，小火慢慢煸炒。蒜末和小米椒在底油的滋润下，蒜香和辣椒的辛辣相互交融，瞬间激活了整个厨房的氛围。这会儿将提前洗净切丝的胡萝卜放入锅中，先专注的炒胡萝卜。胡萝卜独特的营养成分呢会慢慢的融入油中，它鲜艳的橙黄色呢也会晕染开来。这融入了胡萝卜颜色的油会为后续炒制的菜品赋予更加黄亮好看的色泽。仔细观察，当胡萝卜丝变得微微变软了，就放入包菜，立即开大火，快速煸炒均匀，让包菜的每一片叶子都能充分受热。在高温的作用下，原本硬挺的叶片呢渐渐变得柔软。与此同时，包菜呢有些微微出水了。紧接着，我们把处理好的粉丝呢下入锅中，快速煸炒。粉丝就像一个个吸水的小海绵，迅速把炒出来的包菜汤呢给吸收掉。每一根粉丝都被汤汁滋润，变得饱满而富有滋味。此时，再把之前炒好备用的鸡蛋块放入锅中，快速翻炒均匀，让鸡蛋、粉丝和包菜充分融合。最后加入少许的食盐，一点点味精来提鲜，再放入少许的蚝油，增添独特的风味。这些调料的用量虽少，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继续煸炒，让调料均匀地渗透到每一味食材中，直至入味。当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炒粉丝包菜就大功告成了。将这道美味小心翼翼地装入盘中，端上桌，那鲜艳的色泽，浓郁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喜欢吃家常菜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道做法，简单却美味十足的菜肴，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新宠。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大家无论多忙多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保持健康饮食，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希望这个春天，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我是乐乐妈，再见。